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王一博追风者获白玉兰5项提名，网友不服，白玉兰奖把追风者中的王阳提名最佳男主而非王一博。第29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公布了，王一博红色金融谍战爆剧《追风者》获5项提名，分别是最佳中国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摄影和最佳美术。遗憾的是，最佳男主角提名给了三番王阳，王一博本人未能获得白玉兰提名。获最佳男主角提名的几个演员里，最年轻男演员是1983年生，41岁。追风者编剧也遗憾未被提名。看过追风者的观众都知道王一博在剧里的戏份有多重，演技有多好。追风者最开始是从王一博的一段台词开始破圈的。你们所看到的贫瘠土地，只要给予时间和耐心，一定会长成足以支撑世界的经济良田。这段台词几乎被全中国的文旅账号做成宣传视频，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也是王一博和追风者的高光片段之一。除此之外，王一博的醉酒戏、街头戏、报警戏、受刑戏、监狱里和反派林扒皮的吃饭戏、沙里蟑螂戏、哭戏和娃娃亲的相见戏、朋友跳楼戏等，几乎每一集都有王一博的高光戏份。也是因为王一博的精彩表演，带动了追风者的热度、讨论度，使追风者成为爱奇艺平台2024年至今为止唯一热度破万剧集。追风者里最牵动人心的角色是魏若来，这部剧是以魏若来的视角切入，记录的是魏若来的成长。观众们被魏若来在乱世中的沉浮牵动，跟着他笑，跟着他哭，也跟着他愤怒。当魏若来终于找到了可以为之奋斗终生的信仰，观众们也仿佛从头到脚被洗礼了一般，红得可怕。当魏若来去长征的时候，又有多少人为他担忧？当时宋红军的歌声响起来的时候，又有多少人为魏若来流泪？大家不由自主地心疼他，因为我们知道，他要吃的苦受的难，才刚刚开始。魏若来是观众心中养成系男主，也是追风者独一无二的男主。可这样的男主，却要在白玉兰奖提名的时候，让位给男2号王阳。不知道白玉兰这个奖是拿什么卡掉的王一博，因为无论是戏份、演技、对剧的贡献、对正能量的带动和宣传，王一博都不输给任何人。唯一不如他们的就是年龄和背景。获得白玉兰提名的几个男演员，全是科班出身，最年轻的41岁，而王一博才26岁，非科班出身。非科班就意味着他在圈子里没有同门的师兄师姐和恩师可以提携他，年轻则意味着他在圈子里的人脉积累的还不够。王一博只有他的努力、敬业，他给观众带来的好作品，和喜欢他支持他的影迷、剧迷和粉丝。这届白玉兰奖的提名，确实让喜欢追风者的观众们很失望。王一博最需要的公正对待，最终还是没有得到。追风者里有句台词叫民心可用，换到现实里的内娱，不就是流量可用吗？一方面需要自带流量的年轻演员扛起正剧的热度和宣传，一方面又将名誉和奖项送给别人，怎么不荒谬不可笑呢？电视剧《追风者》中，王一博饰演的魏若来作为男1号的表现备受关注，他的演技和角色塑造都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然而，在第29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的提名名单中，最佳男主角的提名却包括了王阳饰演的沈图南，尽管他在剧中饰演的是配角。此消息一传出，网友们吵翻了，纷纷质疑评选的公正性，许多网友表示不理解。不过，小编认为，关于提名是否合理，这主要取决于评委的评审标准和过程。白玉兰奖的评选过程通常是严谨而公正的，评委们会根据演员在剧中的表现、角色的复杂度、对剧情的推动等多个因素进行综合评估。因此，即使王阳在剧中饰演的是配角，但如果他的表演足够出色，对剧情的贡献足够大，那么他获得最佳男主角提名也是有可能的。其次，演员在剧中的角色定位并不是决定其能否获得提名或奖项的唯一因素。在电视剧中，配角往往也有机会展现出深刻的演技和角色魅力，从而赢得观众的喜爱和评委的认可。因此，王阳作为配角获得提名，并不意味着这一提名不合理，而是体现了评委们对他演技的认可和肯定。最后，提名并不等于获奖，最终的奖项归属还需要经过评委们的进一步评审和投票。因此，即使王阳获得了最佳男主角的提名，也并不意味着他一定会获奖。所以，王阳作为配角在第29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中获得最佳男主角提名是合理的，这体现了评委们对他演技的认可和肯定。同时，我们也应该尊重评委们的评审结果，期待他们在未来的评选中继续发掘更多优秀的演员和作品。朋友们对此怎么看呢？提名已出，虽有不甘，也不能改变什么。好在，我们的好作品永远不会被埋没。就算王一博没有得奖，他在《追风者》里的精彩表演就在那里，角色的光芒并不会因此而衰减半分。金杯银杯不如观众们的口碑，比真金白银更重要的是人心所向。娱乐圈文艺界本来就是藏污纳垢的地方，清清白白、不肯同流合污的人，虽然前进的路途多有阻碍，但只要够坚定，相信还是可以趟出一条路来。